你们的行动是从那天开始的？我们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局长，我、李队、彪哥还有陈主任都是知情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凶手暴露，从而阻止他。所以让他不自觉地被你们带着跑，哎，这确实是个办法。让彪哥受了这些皮外之苦，是让他相信我正在慢慢成为他这样的人。我们觉得呀，张华作案追求的是一种纯洁的心理，比如说他不想看见血，也不想使用一些暴力的手段。这种心理让他只认可自己的唯一性，而我的这种行为呢，严重的侵略了他，他必然会有反应。确实是，他对韩东的心理也是一样的。是，韩东对他来说呢是额外的目标，我对韩东下手，更加严重的折磨了他的心理，他必然会对我有所动作。哎，那韩东呢？我给他打了一些镇定剂，他情绪不太稳定，所以我这样做也算是合理。他最好是不要投诉你。难怪那天你身上还带了镇定剂，还给我用上。你是怕我起嫌疑，而我是真的怕你睡不着觉。说完正事我就走。韩东已经转到了看守所，他完全不记得你给他注射过镇定剂，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可以不用放在心上。我们正在全力搜捕张华。还有，这张照片你看一下，张雅欣，他的父亲是张华。是他？星星知我心，本名张雅欣，16岁，癌症患者。他是我妈妈的一个病人，后来这个女孩自杀了，我妈妈还得了抑郁症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母亲跟凶手之间的关联。我们顺着这个关联一直查下去，就一定会找到真相。启明，我需要你告诉我关于这个女孩你所知道的一切。郝护士长，你想要帮助的病人就是他吗？对，这个孩子16岁，肾癌2年，以前是一头乌黑的长发，但是因为化疗的缘故，只能剃成了光头，而且因为副作用出现面部浮肿，还长出了斑点。您想啊，一个16岁的女孩正是最爱美的时候，所以她现在几乎不跟别人说话，甚至都不敢看别人的眼睛。我想她现在可能是抑郁症的前期症状。如果病人对治疗和药物有抵触情绪的话，治疗效果呢将会越来越糟。是的，副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这样的话，那就陷入恶性循环了。他跟我儿子同岁，正是青春年少最美好的时光。现在呢又是网络时代，所以我想，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帮他振作起来？雅欣，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从那天起，我妈妈每天开始加班，她为了这个女孩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诶，你看你笑和不笑的样子差别有多大？你知道你笑容多可爱吗？有吗？当然了呀，你的笑容有一种治愈的力量。雅欣，你脸上有阳光，有笑容，这就是最完美的你，你知道吗？即使有很多跟你有同样困惑的女孩，如果她们能看见你这么快乐，那她们一定会振作起来的。你跟我一起帮助一下这些不自信的女孩，怎么样？在征得张雅欣的同意之后，我妈妈注册了社交平台，然后每天把修过的照片和视频发布到平台上做着记录。星星知我心，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可以给到大家信心和鼓励呀，让每一个人都像鲜花一样灿烂的活着，这不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吗？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应该是那个女孩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了。是啊，这成为一个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她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得到了粉丝的鼓励和支持，这也是她坚持活下去的动力。哎，那女孩后来呢？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说没过多久，她就自杀了。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你一夜成名，也可以让你坠入谷底。它有正能量，也有人性的阴暗面。这一切都得从这张照片说起。这是恶搞的照片吧？这太无聊了。目前网警正在调查那天的帖子和舆论内容。如果说张华的杀人动机真的是因为他的女儿张雅欣，那他那边应该还会保留着一些线索和细节。张华的餐厅我们刚刚已经查封了，因为这是重大恶性案件，所以里面的东西我们并没有马上查封，尽可能保持原来的样子，这样方便我们多次排查。好，那我跟你们一起去。那我在停车场等你。我和他们去一趟，我扶你进去休息吧。我也要去。不行，你还没恢复好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我都没事儿了，真没事儿了。那行吧，但你得跟我保证，去了之后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就乖乖看着。快走啦，还有一堆事儿没处理呢。走吧。你就别去凑热闹了。李队，你看我连拐都拄上了，这可是我对我这一身伤最大的尊重。再说了，我身边还多了一个贴身衣领。少臭美啊！你可行不行？哎，你可忘了我是一个富二代呢？嗯，九表仪。如果要去，就赶紧换衣服，我的车可不等人。是。哦，慢点，走走走。张华买下你妈妈的家，在这儿开店，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我妈妈是他第一个目标，他买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自己成为连环杀手的开始。放心吧，没事。连伤兵都出动了。他们说了，这叫轻伤不下火线，我觉得很认同。干活。行。把这都拍下来，别放过任何细节。那张华平时就住在2楼。哎，李队，我知道。你们可算来了，想累死我这个老同志啊！华华呢？我在这儿呢，师傅。赶快上来帮忙。好嘞。这张华平时看着这么热情，以为是个很爱生活的人，没想到住的地方这么冷冰冰。可能在他心里的家，已经随着他女儿的离世而消失了。关键证据在里边。4个12伏20安的电瓶，2个逆变器，10个平方的卷式铜线，4根超杆、探针和整流电路。这一看啊，就是他的作案证据。但我们去哪儿抓人？问得好，林涛，问你个问题：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会跟进我们的网警同事，尽可能的详细汇总当年张雅欣在网络上的行为轨迹和当年的舆情情况，并列出重点人物。我怀疑啊，这就是一起以复仇为动机的连环杀人案，所以我们要尽快排查一切与张雅欣自杀相关的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藏在当年的网络当中。我表示同意。然后呢？无论对张雅欣表现出来的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要排查。善意不重要，恶意才是重点。现在啊，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披着不同的马甲，各种不负责任的观点，甚至完全相悖的说法，
都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人之口。也许是因为无聊，也许是想博人家的眼球，但最可恶的，就是假装善良，在接近张雅欣之后，再伤害。我说错了吗？有那么点潜质啊！我们先去一趟妈妈之前的单位，然后调查一下张雅欣出事前的状况。对的，这现实啊和网络叫相互印证、相互补足。咱们啊，先从这2点出发，分头行动吧。保安，跟我走。是。可以吗？老赵，咱们走。走吧，走吧，走。护士长，就是这2位警官找你。你就是秦明？是，孙护士长你好，我现在是一名法医，郝之云是我的母亲。长这么高了，如果郝护士长还在的话，看到你这么出息了，当了法医，一定会很欣慰的。我们是想询问一下我母亲和她当年一位病人的情况。这个病人的名字叫张雅欣。这个病人是我和你母亲一块儿负责的，所以情况我很了解。那请问，当年张雅欣的病情和情绪已经逐步稳定了，后来为什么突然开始发生改变，以至于最后她选择自杀？当年大家都很爱护她，尤其是郝护士长，给予了她极大的关心和鼓励，还有一些来自网络上的陌生人的支持，都让她一步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是总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就开始无端端的攻击一个孩子。雅欣，该吃药了，来。我不吃。雅欣，我不听。雅欣，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让回来。雅欣，雅欣，是爸爸。我女儿最乖了，啊，网上的事儿不要看，也不要听。爸爸爱你。护士长没办法阻止那些网友的负面评论。那段时间，张华也在努力帮助张雅欣调整心理。但是孩子的心就像是一道门，我们谁都进不去，除了那个人。黄福雅俊这个名字我很清楚，因为有一段时间张雅欣一直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好久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了。黄埔雅俊，一个不知道真实姓名的网友，我还是有点担心啊。我们都不能做到让他那么开心，但是他做到了。不管对方是谁，我都该谢谢他。那我想请问，张雅欣的自杀和黄福雅俊有关吗？不客气地说，黄福雅俊不是他的救星，是害死他的毒药。走！你们给我走！走！雅欣，怎么了？这孩子怎么了？张先生，你看一下吧。都是我的错。要是我不帮他注册账号，不把他的照片发到网上，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别这么说，当初你也是为了他好，可结果是恶的，是我造成的恶果，是我造成的恶果。
那天，病人家属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干我们这行的，看到那种对我们医护人员充满恨意的眼神就很敏感，我记忆犹新。自那以后，病人的状态就不对劲儿了，他开始失眠、健忘，注意力也没有办法集中，恶化的精神状态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在经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经过检查，精神科刘大夫确诊，张雅欣得了重度抑郁症。张先生，明天的检查是这样安排的，我不想看我女儿从一个科室换到另一个科室，我想看我女儿康复出院。是，我女儿才16岁，她的病已经很重了，她本不该得抑郁症。我理解您，张先生。郝护士长已经尽力了，他本着一颗医者仁心，也希望张雅欣能够振作起来。可结果呢？这不都是郝护士长造成的吗？他把我女儿送进了精神科，他让我女儿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张先生，您听我说，有人要跳楼！雅欣！雅欣！不能停！雅欣，爸爸马上就上来，你不能停！千万不要停！雅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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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雅欣！让开！雅欣，雅欣，定睛。雅欣，患者也没有心跳活动了，可以宣布临床死亡了。护士长，护士长，医生已经宣布死亡了。护士长，护士长。后来办案警员调查时发现，张雅欣被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最后的抢救其实意义不大。医生是不可能眼睁睁地放弃一条生命的，只是没有想到给张华这么大的刺激。这么来看，张华使用电击行凶，目的性很明确。那女孩确实可怜，不能说是网络害死了她，只能说是在她最脆弱的时候遇到了最糟糕的事儿。如果能挺过去呢，就是重生；挺不过去，就会被吞噬。林涛说的没错，最深的伤害往往披着善意的外衣。照目前的线索来看，这个叫做黄福雅俊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张华的下一个目标。希望我们来得及。坊间那边已经加班加点了，很快就会找到这个人。他做了错事，间接导致一个少女的死亡，我们还想尽办法的保护她，你觉得很讽刺，对不对？任何人都是不能逾越法律的，无论他把自己包装的有多正义。虽然我们在保护一个恶人，但我们更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让善良的人相信他，让坏的人畏惧他。经查，这是经过改造的电捕鱼设备，原理很简单，但杀伤性很强，基本验证了我们的推测。郝之云和学子的致死原因是电击。之前秦明坚持说刘斌案和电击杀手有关系，现在看来是有可能。这个张华现在失去了行踪，而且他的手机通讯录没有任何异常，所以我怀疑他现在正在使用另一台手机，而且是用别人身份注册的。很有可能是张华意识到自己露出了马脚，所以不敢回去取那些电击设备。这个张华现在就是个亡命之徒，可以说是极度危险。10年前，刘斌和学子都在网络上攻击过张雅欣，而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跟张雅欣有着关联性的联系，他们都出现在了凶手的死亡名单里。但我觉得，这个死亡名单应该不止这几个人。据知情人士秦大夫透露，
这个黄福雅俊可能是死亡名单上的重要人物。那如果张华真的是电击杀手的话，他一定会找到这个人。李队现在正在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柳云10年前，柳云和张雅欣是同班同学，就是他用黄福雅君这个账号把张雅欣逼上了绝路。黄福雅俊是个女的，和张雅欣还是同班同学。可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问问他就知道了。如果我们的推测没有错，他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你是什么人啊？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你还记得张雅欣吗？到底是什么人？张雅欣是我女儿。我女儿选择了那么痛苦的自杀方式，跳楼。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没有放过她。对不起，叔叔，那个时候我还小，我不懂事，我做错了，我早就知道我做错了。柳云，有些事儿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现在，你的时间到了。李队，怎么了？刚才接到个报警电话，定位是柳云家，但是没人说话。这感觉不对啊，叫急救车。哎。先生，我们是警察，听到我说话吗？齐明，赶快去确认一下有没有生命体征。什么情况？没有生命体征了。去查一下别的房间，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好。一会儿你们进去的时候确认一下是否人为断电。是。你看什么呢？看见这里和门口的血迹了吗？会不会凶手也受伤了？也许吧，要等血检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但还是别抱太大希望。能够在现场提取到凶手血迹的情况，基本上微乎其微。上来救人！赶紧叫救护车！快！
吸。脚尖上有电流斑，是电击。走，小心点。来，稳着点。这应该不是人为断电，很有可能是吹风机导致的。我们只看见了遇害的柳云夫妇2人，但我记得资料上没有写，他们还有个女儿。房间内没有打斗的痕迹，凶手应该没有进过儿童房。如果凶手是张华的话，他以报复柳云为目的，那不进入儿童房，应该也算是合理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明张华就是凶手。是你告诉我的，做事不要先入为主。没想到这时候你比我还冷静。我一定会亲手把杀害我妈妈的人送进监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你一定会的。这能藏人的地方都搜遍了，难道凶手把小孩拐走了？找到了！哎，赵副队，什么情况？受害者，凶手应该就是咱们一直找的那个电击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这个受害者看着好眼熟啊！云享微电，那个 CEO。嫌疑人在门外安置了无线摄像头，拍下了柳云的进门密码。哎，等一下，这家伙好像受伤了。当时你们都没注意这个情况吗？当时值班员正好去了趟厕所。李队，他上了高速辅路之后，行向了一条小道。现在我们也失去了他的行踪。然后呢？你别担心，还有机会。至少柳云没有当场毙命啊。希望柳云可以活下来吧。他醒了，立刻通知我。行，好了。哎。佳佳，看叔叔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还有没有喜欢吃的？哎，对了，还有这个送给你。佳佳，你真的是太勇敢了，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保护自己。哎，那天，你为什么要躲在草丛里呀？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坏人有枪，妈妈说坏人很多，爸爸让我藏起来的。来，喝牛奶。你不用害怕啦，在这里很安全的。我妈妈呢？你妈妈不会有事的。
那我爸爸呢？我刚刚呢查了佳佳的初步笔录，和刚才说的基本一致。陈晓东和柳云已经分居很久了，2个人轮流带孩子。在案发当天，刚好是陈晓东把佳佳送回柳云的家里，没想到一进门，家里一片漆黑。然后爸爸说有危险，让他藏起来。藏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柳云。别钻牛角尖。那也说不定，柳云那会儿还没有从洗手间出来呢。是个思路。没错啊，而且这个思路顺畅，还不打架。我们呢，就多陪陪佳佳吧，毕竟还是个孩子，没缓过来呢。尸检就交给我吧。凌晨1点20，尸检开始。死者的前臂有明显的抵抗伤，以及因为搏斗造成的擦伤，还有磕碰伤。死者的胸腹腔存在多处软组织挫伤，伤口不深，没有伤及内脏，不足以致命。中腹部与胸口各有1处刀伤，而且都很深。腹部的刀伤刺中了脾脏，导致脾脏破裂而大出血；胸口的刀伤刺到了肺静脉，导致胸腔内大量积血。陈晓东应该与凶手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搏斗，但后来却因为伤口失血过多而倒地死亡。至于凶器嘛，不像是你们在现场发现的水果刀呀，这是什么鬼啊？所以柳云10年前以皇甫的身份把张华的女儿逼上了绝路，10年以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电商大佬。准确的说呢，是落难大佬。而张华为了给自己女儿复仇，袭击了柳云。目前来看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经常去老张的餐厅吃饭，没想到平时看起来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居然是电击莲花杀人案的凶手。这叫什么？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啊！那我宁愿我们不存在。不存在，你就吃不到给你包的香蕉了。存在，存在，存在。佳佳呢？放心吧，他已经睡了。警队那边已经安排给他做心理辅导了。大家辛苦了，我们干活吧。我来说一下死者信息：陈晓东，45岁，龙帆市人，云享微店 CEO， 致死原因是失血过多而死亡。尸检报告我看过了，血验报告上说现场有3个人的血迹，陈晓东、柳云还有凶手。水果刀上也有血迹，但陈晓东并不是被水果刀所伤。那我们就推测，水果刀上的血迹有可能是凶手的。我们的人已经到张华家去搜集检材了，来确认这个血迹是否属于张华。但是现场确实像是入室抢劫。据柳云说，他丢失了3万美金和3万人民币，因为丢失的是现金，性质很特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精确追踪。但现在最令我头疼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凶手的作案凶器。我们根据刀口的形态，可以推断出作案凶器应该是3棱刀具。3棱刀有很多种，用途不一，我们需要对凶器进行更准确的描述。
我们在洗手间的浴缸里发现一个吹风机，有可能是吹风机漏电导致保护性跳闸。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我们推测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嫌疑人通过室外摄像头得知柳云当晚是一个人回的家，取得密码锁的密码之后，进入房间用3棱刀刺伤柳云，将失去反抗能力的他推进浴缸。把吹风机丢进浴缸之后，使其致电晕倒，而后进行偷盗。但由于跳闸，所以它的触电量变小，柳云没有长时间的昏迷。他爬出了浴缸，拨打了110求救，但由于失血量过多，所以还没有说话就晕倒了。陈晓东回到家里之后，与嫌疑人发生争执，用水果刀刺向了嫌疑人。嫌疑人用3棱刀刺伤了陈晓东，随后嫌疑人逃跑，陈晓东身亡。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入室抢劫伤人案。可是，陈晓东的体型比较健硕，张华会是他的对手吗？但是根据案发情况来看，确实比较像入室盗窃。现在我们失去了嫌疑人的行踪，所以柳云的口供就非常重要。我来介绍一下柳云的这个个人信息啊。柳云26岁，16岁的时候离开龙帆市到海外留学，认识了富二代老公陈晓东。陈晓东呢，当时就职于硅谷。6年前，两人回国创业，创立了云享微店。同年生下了女儿陈佳佳，夫妻两人事业如日中天，婚姻也很幸福。这个柳云的人生简历可以说是毫无瑕疵，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是，但事实上，或许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的那样光鲜亮丽。柳云事发前1周，云享微店的系统就出现了故障，3天前，页面无法登录。我联系了经济侦查科的同事，他们怀疑云享微店资金链出了问题，涉嫌违规操作，而且外界媒体也在怀疑，有可能是经济纠纷杀人案。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张华的存在。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张华是凶手，但眼下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张华就是凶手。如果真的不是张华所为，答案应该只有柳云可以告诉我们了。刘女士，关于案件呢，我们需要问你几个问题。我女儿呢？她很安全，只是受到了惊吓。我丈夫呢？抱歉，只有抓到凶手，才能告慰死者，才能让您和女儿未来无忧。我们是在帮你，同时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那天我很害怕，他穿着雨衣，我看不出他的长相。您看一下，这个人跟凶手像不像？不像。那你见过这个人吗？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凶手行凶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吧？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
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